这条路上最难的是放弃和孤独，放弃美食，放弃休息，为了在痛苦中追求完美。但其实别人眼中的痛苦，我甘之如饴。我只在乎我设下的标准够高了吗？而我从不孤独，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一台车跟我一样只在乎超越自我。我是 Ivan， 我与我的 Kia Sportage。在开始之前，诚挚邀请您订阅 SenseCon， 并将通知设为全部，即可获得幸福秘诀哦。嗨，大家好，我是 SenseCon 小麦。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我们的 Ivan 教练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这次购买 Kia Sportage 的购车动机。那教练先麻烦你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内容跟一些比赛的经历。好，我叫 Ivan，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然后同时也有在比健美比赛。那目前是2个自然健美联盟的职业卡选手，那有在带学生比赛这样。另外，这个私人的问题，就是因为健身到现在是你的事业，然后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兴趣，这一行真的需要很多时间的苦练。我就很想问说，你是怎么样从一直不断的训练，然后备赛，然后减脂，这脱水，然后这些过程，你怎么样坚持到现在？我喜欢健身是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体态上的改变嘛，所以会让我看起来更有自信。然后再加上教练其实也蛮吃外形的，我必须先把我自己锻炼好，学员看到我才会觉得。这是我想要成为的体态，会比较会以榜样，会把你当榜样啦。对，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坚持。那这个东西你说累吗？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享受，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但过程中有觉得就是累到想要放弃或是之类的吗？备赛过程会很累，但是不会想要放弃，因为我喜欢有个目标在前面让我可以去追逐，所以反而没有比赛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迷失方向，所以我蛮喜欢去。你是超级比赛型选手，受虐型、自虐型，就这样一直参加比赛，然后你就一直有目标，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你这样才可以一直 push 自己去进步。近期的生活呢，就是因为你好像就是买车是有一些原因嘛。近期生活就是升格当了奶爸，所以买了一台休旅车。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身后这一台非常帅、肖光辉的 Kia Sportage？ 你当时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应该说，其实我决定要买车之后，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了很多休旅车的一些卖最好的那几台，但是后面是有一次我跟老婆骑车的时候，就经过这台车，然后就看到这台车，想说哇，这台车很帅，它就是肖光辉的，也刚好是这个颜色，然后这个型就是震惊了我跟我老婆，所以我们后面就决定要往这台车去看。健美选手可能一定对自己的外形就是最注重的一个部分，就如同你看这台车，你喜欢它哪些地方？我其实全部都蛮喜欢，包括它前面的这个回旋标示这种日行灯啊，或是车头这种 Tiger Nose 这种，很霸气的，然后跟侧面有一点肌肉线条嘛，对，还有点运动的线条，那也蛮符合我健身教练的这种特性。然后屁股也是圆圆胖胖，我觉得整个就是很霸气，很像一个丰臀啊。就屁股练得很好的感觉，屁股练得蛮好，有下苦功。所以应该是说，你其实也觉得，就这台车的外形跟你自己个人的形象是很 match 的，对吗？是。被这台车的外形完全迷住之后，你有再去做更多的功课去看其他车吗？类似的同个级距我都有稍微看，但是 Kia Sportage 的每一个影片我几乎都是看爆。但是因为像你那个时候曾经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推你 CR-V 之类的。但我没有想到你会去选择就是 Kia Sportage， 因为它是进口车，然后韩国车。当然，我觉得韩国车改变很好的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但是对你来说，你第一次买车，你不会 care 这个点这些事情，就是它是进口，可能保修比较贵，或是它是这个韩国车，可能会有品牌迷思之类的，你都没有这些。我觉得保修可能贵一点点，但是那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车子还是要选自己最喜欢的，我不想去迁就一台车子，应该是我选择我喜欢的、最喜欢的那台车子。对，所以后面再选这台。空间呢，就是在空间的使用上，你觉得？空间我蛮满意的，因为它内装其实空间来讲其实蛮大的，不管是后车厢还是后座。对，因为后座我们可能有时候要帮
小朋友换尿布啊，或是抱来抱去。那因为我们就是身形又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那我不想要这种很卡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对我来说应该蛮够用了。也想问说，因为现在这台车已经开了就是1000公里，超过1000公里，那就是在这段时间以来啊，你开这台车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因为我理想中的家庭是可能有房子、有车子，然后小孩、老婆啊这样子，一家人很幸福的团圆在一起，心灵上会蛮踏实的。那你觉得它开起来怎么样？很舒服啊，它蛮安静，然后就是不太会有太多颠簸的感觉，所以避震我觉得也还 OK。我觉得真的很安静，对啊，很舒服，真的很安静。而且因为你又买顶规，是4传的版本，对 X Line 里面为什么不买2WD 就好？为什么要买到4WD？因为4传比较可能安全性更高吧。对，的确是，就是台湾有很多极端气候，就是暴雨的时候之类的。然后如果可以有4传，就是虽然油耗会稍微差一点，对，但是安全性遇到极端气候的时候，有4传的安定性还是绝对是比较好。因为外形当然你很满意。但是在内装的部分有什么你很喜欢？荧幕双荧幕，这个12.3寸这个双荧幕，我就是非常喜欢，觉得看起来就是很科技。对，真的。然后其他的配备我也都觉得很棒，包括这些可能木纹饰板这些啊，就是摸起来我都觉得都蛮有质感。这真的，我觉得 Sportage 的内装真的是出乎我意料还有它冷气出风口的造型都很特别。对啊，很可爱。这两边做这样子，而且我刚坐进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座舱的氛围，就是完全就是进口车的样子。对，我就觉得多花一点钱，但是可以享受到这么顶配的这个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蛮物超所值。那你觉得驾驶视野很开阔？而且我刚买车的时候，我那时候每天我几乎都会跑去车上坐，没有开车，坐在里面放音乐。你说你没有开车出去？对，我就坐在里面，就是下班回家，先来车上坐一下，再回家，就是放音乐，然后享受自己的空间，就觉得哇，很棒，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就是终于拥有了一台自己的车的这种感觉，然后就算没有开车出去，还是会想要回家先去车上坐一下，享受一下 me time。对 me time， 也没有开出去，就停在停车格。对啊。男人的浪漫，男人的浪漫，这绝对是。好，那因为你是选 X Line 里面，就是又选到了4WD，就反正 X Line 已经算是最高规了嘛，然后你另外还有选配什么？天窗跟消光会，大概是要各加多少？天窗是5万吧，消光会我记得好像应该是3万。对，差不多，所以加了8万。但你原本就有想要天窗吗？我看了很多网络上的资料，说可能天窗会有它的问题嘛，可能胶条老化或者是很热。对，主要是如果没有用那个遮阳板的话的时候啦。但是我现在回头看，其实也不错，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打开，小朋友应该觉得蛮好玩，很开心啊。对啊，因为它是全景天窗，而且后座的人坐在车内会觉得整个就是视野很开阔。对，就是整空间就不会有空间的压迫感。对，没错。对，所以以新车来说还是很值得啦。对啊，顶规才有配备的部分，你有特别喜欢的吗？比如说椅子，电动椅啊，电动记忆座椅嘛，我觉得这点蛮好，就是上下车就很方便啊。是，然后还有通风椅吧。通风跟加热，前座通风加热，后座竟然也有加热。对，顶规才有后座才有加热，很少后座会有加热功能。对啊，虽然我觉得台湾可能通风会比较实在啦，虽然天气冷坐上车也不会到太热，但是通风你夏天开就觉得那个屁股跟背真的是有差，就是有风灌进来。这比较凉，像嫂子那个，她可能冬天，然后她下面是穿那种就是运动的裤子，很薄。她坐上车，然后坐后座照顾小孩的时候，说不定有加热功能，她就觉得很赞。对啊，比较舒服。就你的裤子比较薄，那种裤子很薄的时候，有加热就很实用了。方向盘也有加热，对，方向盘也有加热。我今天早上有开，今天早上比较冷，我手有点。今天早上很冷啊。对啊，你按看看，按一下，等一下就会加热了。就觉得那个真的是比较舒服。我觉得在顶规这些配备其实很值得啊，就他给的我觉得算蛮有诚意的。
那内装还有什么就是你特别觉得喜欢的吗？它的打方向灯会有那个辅助的显示啊，盲点辅助影像。对，这个部分。环景我觉得也都很清楚。那你常用吗？蛮常用，几乎每次停车都会用，对不对？我就是技术不是太好，所以蛮需要它的。没有，就算是我也是有用过环景之后，我就觉得环景是一个回不去的东西。就是你用过之后，你会希望这个东西一直存在你的车上。对啊，就不应该拔掉这种东西。所以这太实用了，因为其实难是难在不是说我们停车不好，是有的时候可能右边有花圃很矮。我们这样是看不到，对。那环境可能它就是照到了那边，所以你就知道说，那边有东西，那你就可以避开，就是多一个眼睛帮你看一下。对。但你自己还是要小心，要注意，这是肯定的。有温暖欸。对啊，很舒服。这个不错欸。这个方向盘这样子很温暖，在今天非常适合欸。对啊，今天好像体感9度吧。对啊。握上去就觉得很舒服。那这台车还有什么配备层面你特别喜欢的吗？还有啥吗？层面哦，音响我觉得还不错啊。是 Harman Kardon。对 ，Harman Kardon 的音响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隔音这个隔音不错嘛，所以在听音响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氛围感拉满，不错。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就是在你第一次买车的时候。那你身边的人难道不会跟你说，你第一次买车，你怎么不买个日系车？你怎么面对他们的这种concern？因为我其实看了这个影片，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妥善率也是不错的。对，那这点日系最主要就是妥善率还不错嘛。对，所以我觉得那如果妥善率不错的话，那我应该还是要选我看起来我对它是有爱的车啊。不是说日系或是德系啊、美系啊之类的，就是韩系这件事情，其实只要喜欢它的外形，有什么不可以？对啊，我没有很多的品牌迷思啊，只是觉得这个纵观各项东西下来，我觉得这台车是这个品牌这台车是我最喜欢的。那空间上呢？就是在空间的使用上呢？空间我会选这台车，第一个是因为我有小朋友嘛，所以我一定要休旅车。对，那我会选这台车也是因为。除了内装之外，它的后座空间也是很大的。对，它的那个极细空间应该还有蛮长一段距离的，所以我老婆如果在后座可能要换尿布，她也不会觉得很卡。那因为我们有在健身，就是体型会稍微大一点点，那我就不是很喜欢。客气啊。对，我就不是很喜欢就是卡来卡去的感觉。对，因为我有坐过就是很比较小的车嘛，那真的是。不是很舒服啦，所以我想要空间对我来说是蛮重要一点。那你觉得对于进口或国产的这件事情呢？如果今天 Sportage 是国产车，不是进口的，会影响你的购买意愿吗？不会耶，我没有，其实不在意它是否是进口还是国产。对啊，就主要就是因为反正就是因为你觉得很好看，觉得很有质感。因为这台车所以我喜欢它，不会有其他太多的外部因素去影响。买一台车的原因有非常多。那我今天从艾文教练身上就是看到这台车跟他很 match 的地方就是外形。这台车是不管从外观还是内装都是让我非常非常满意的。那因为我在运动，我在训练嘛，那也会希望有一天可以就是穿着背心，然后开车门走下来，觉得哇，别人觉得哇，这个爸爸好帅。那就会是我梦想中的家庭的样子，就觉得哇，太棒了，对啊。然后最重要其实就是它的安全性啊，比如说4WD 或是它的这个防撞测试啊，这些都还不错。我觉得有了小孩，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啊。你只要很注重、很喜欢它的外形，很喜欢它呈现出来的质感，其实就足以让你去购买这台车。就是帅，就是帅，对，就是帅，就是很霸气。对。今天非常开心邀请艾文教练来到我们节目中。这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最适合你的选择。很高兴我们看到这一台车是艾文教练做了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是小麦，我们下次见，拜拜。